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有些人看起来不算胖，但血糖、血脂、炎症指标却一项项出问题；而有些人体重并不轻，代谢指标却相对稳定。问题真的只是吃多了、动少了吗？今天这条视频，我想帮你彻底打破一个老观念：脂肪并不只是用来存能量的。在医学上，它其实是一个活跃的内分泌器官。第一部分，脂肪不是仓库，而是会说话的器官。过去我们一直以为脂肪的工作只有一个，把多余的热量存起来。但现代医学发现，脂肪组织，尤其是白色脂肪，会持续向血液中释放信号分子，直接影响血糖、血脂、血管内皮、免疫系统，甚至大脑的食欲中枢。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脂肪更像一个激素工厂、免疫信号站，而不仅仅是一个能量仓库。第二部分，脂肪到底在分泌什么？脂肪组织会分泌一大类物质，医学上叫做脂肪因子。下面举几个关键的。第一种，瘦素 leptin， 它本来是用来告诉大脑能量够了，可以少吃一点了。但当脂肪过多，尤其是内脏脂肪增多时，身体会出现瘦素抵抗，瘦素很高，大脑却听不见，结果就是食欲仍然旺盛，能量消耗反而下降。这也是为什么脂肪越多，身体反而越以为自己在挨饿。第二种，脂联素 adiponectin， 这是一个非常护体的激素，提高胰岛素敏感性，抗炎，保护血管。但很关键的一点是，内脏脂肪越多，脂联素反而越低。也就是说，脂肪一旦不健康，它就不再保护你，而是在拖累你。第三部分，脂肪什么时候开始发炎？当脂肪细胞不断变大时，会发生三件事：一、血供跟不上；二、氧气不足；三、细胞压力持续升高。身体会误以为这里出问题了，需要免疫反应，于是免疫细胞，尤其是巨噬细胞涌入，炎症因子大量释放，脂肪组织从一个储能仓库慢慢变成了一个炎症工厂。这就是我们说的发炎的脂肪。第四部分，为什么内脏脂肪最危险？因为内脏脂肪更容易缺氧，更容易被免疫细胞盯上，释放的脂肪酸会直接冲到肝脏，结果就是脂肪肝，甘油三酯升高，胰岛素抵抗， ApoB 颗粒数量增加，而不仅是胆固醇升高，慢性炎症持续存在。所以你会看到一种现象，人不一定胖，但代谢已经在出问题。所以真正危险的从来不是脂肪本身，而是那些会分泌激素，会释放炎症信号，会悄悄干扰全身代谢的脂肪。但是你不需要追求没有脂肪，你真正要做的是让脂肪保持安静、稳定、低炎症。下一期视频我会告诉你如何用饮食和生活方式把发炎的脂肪一步步拉回健康状态。感谢观看，欢迎点赞、关注、订阅并打开小铃铛，分享这期视频，让更多人了解脂肪与健康的关系和更多的科学营养方法。我们下期见。